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强调，在乌外国雇佣兵不享受战俘身份。近日，乌克兰战场雇佣兵市场火爆，乌方设立专门的招募网站，并在利沃夫设立雇佣兵中转站。据称，已经收到2万多份申请，其中7000多人已经上前线。据报道，相关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由美国买单，高达1100万美元。不过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来自美国的私人军事公司黑水公司赚走了。黑水公司号称第二美军，事实上，其军事教员及雇员基本都来自退役美军，美国国防部是其重要客户。但有报道称，不少走上俄乌冲突前线的雇佣兵也是被骗来的。近日，俄罗斯国防部就发布了一段视频，其中一名名叫安德鲁希尔的英国籍雇佣兵就表示，从未拿到过1分钱工资。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1日发布消息称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，俄罗斯不会赶在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前人为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。观察指出，这明显是在回应乌克兰媒体此前的报道。此前，有乌克兰军方人士向媒体透露称，根据乌方情报，俄军队被告知必须在5月9日之前结束战争，但美方的判断显然与乌克兰军方的情报相反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，西方官员一直以来都认为，普京将借助5月9日这一天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，宣布在乌克兰的军事成就，或者明显升级对乌特别军事行动。目前，俄罗斯正在积极筹备5月9日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，但这一传统正成为美西方抹黑的对象。拉夫罗夫外长说，不会特意安排在5·9胜利日宣布某些新的政治动作，或甚至说不会在5·9胜利日之前，宣布停战。这也预示着现在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应该是一种稳扎稳打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推进。一方面口水战不停，另一方面俄乌冲突仍处于焦灼状态。周二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，俄罗斯空天军一天内使用高精度导弹摧毁4个用于探测空中目标的雷达站、6个弹药和导弹火炮武器仓库，以及1个美制反炮雷达。科纳申科夫指出，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，俄军摧毁乌克兰146架飞机、112架直升机、696架无人机、286架防空导弹系统、2783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、316辆多管火箭炮、1255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、2590辆特种军车。